如果 S3赛季没有开启，这可绝对是董王的一项闪亮政绩。他成功的将本来人人向往、充满理想色彩的和平统一，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不可能的任务。天欲其亡，必令其狂。赖清德操着泽连斯基式的悲情腔调，竟将血脉相连的大陆定为了境外敌。这好家伙，这不是往统一的火箭上装上了助推器吗？台湾省的未来本是两岸血脉相连、同舟共济。可惜民进党偏要逆流而行，以井底之见妄图抗衡大势，终究是螳臂挡车，自提大陆武统连招一套，自取灭亡。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昔日庄子观螳螂，怒其必以挡车者。今见赖连斯基尽效此道，妄将同文同种之大陆定为敌，实乃以管窥天，以追次第。但凡懂点兵法，都知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而今台当局弃谋断交，反学市井泼皮，撒泼打滚。此等伎俩，就像孝陵广记里的蒙双眼的醉汉。自以为步步生风实则原地打转，自取其辱。更可笑者，赖连斯基搬出所谓的反渗透法，欲效商鞅立木为信，却不知商君书有言：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昔日之赵高祸主乱政，终至秦则断绝。今赖连斯基闭目塞听，妄称大陆为境外敌对势力，推行什么绿色恐怖，试图以警体安法钳制百姓，以军法审判威震军心。再看赖连斯基所谓17项策略恰似《三国演义》中曹孟德望梅止渴，看似成竹在胸实则饥肠辘辘。其恢复军法审判之举更让人想起了韩非子“抱法处世则治，然则法非正道”，犹如《吕氏春秋》所云以汤止沸，沸欲不止。如今统一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这一场大势洪流岂是区区一届赖连斯基能挡的？民进党之流以为抱紧外部势力的大腿便可高枕无忧，实则如《左传》所云：“辅居相依，唇亡齿寒。”那帮外人图的是自己的私利，岂会为你挡刀？要知道，人董王刚给乌克兰端了一盘凉拌友谊，转头就对台湾喊道：“小老弟儿，该交保护费了。”这事儿闹得连孔夫子都忍不住发弹幕：“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尾。”德国智库专家葛莱伊说了一句大实话：美军倒是有保卫台湾的计划，但执不执行得看人总统的脸色。这操作孙子兵法看都得蒙圈说好的兵者诡道也，您这直接改成薛定谔的协防了吧？即便如此台积电也是应声给美国送上了1000亿美元投名状。都知道在台湾台积电不仅仅是一家公司，更被视为了护省神山。全球先进芯片几乎都要仰赖台积电的晶圆代工。台积电的市场占比高达全球半导体代工市场的59%，在5纳米先进制程上的市占率更是超过了90%。台积电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台湾安全的象征。根据调查，有85%的台湾民众对台积电技术的外流，担心这座护省神山会被削弱。要我说，这岂止是被削弱了，人家只是给你一锅端走了而已，最后能不能剩下点汤，还得看人家的心情。再来看看台积电赴美设厂这件事儿，本来被民进党宣传为台美关系升级，但人家董王直言是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竟然还想要求人家来保护你。老美要求台积电的技术转移，配合制裁中国大陆，也只是让你们配合把偷走的东西物归原主而已这一顿操作搞得台湾在经济自主跟安全依赖之间两难。用中国话说就是赔了媳妇儿又折兵。人家台裔牙医赖菲比都跳出来大喊：董王除了收钱，可曾给过台湾半句承诺？这剧情《三国演义》看了都直呼内行。曹操借粮草还得给人个借条，人老美收保护费，连白条都不给你打一张。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这句话从3年前俄乌战争爆发时候就开始流行上。乌克兰的抵抗让台湾人看到了以小博大的希望，更对来自美国的支持充满了信心。但如今呢，这句口号却成了以美论的导火索。
随着董王重返白宫以后啊，董王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比如称泽盛为独裁者，冻结其援助，这不禁让台湾人就开始怀疑了呀。美国是否也会对台湾用完即弃呢？看看董王美国优先之政，既收台湾保护费，又夺半导体产业链，正和管子力出一孔之谋。其最新军售 F-16部件溢价30%，恰似盐铁论商贾机主背西之讽。更有台军兵推美军顾问坐镇指挥，实则三国志假图灭国之计。美利坚既要掏空台湾的经济命脉，又要将台湾推作恶华棋子。再回来细品着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八字真言，正应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训呀。且看乌克兰则是在白宫惨遭董王怒骂，尔等欲赌第3次世界大战乎？真可谓弱国无外交的情景再现呀。老美直言不会小国，休想撬动大国博弈。即便你是盟友亦可随时弃如敝履。而今台湾当局犹抱以美谋独的幻梦，殊不知台积电1000亿美元赴美设厂，早被岛民怒斥为自毁长城。恰如韩非子所言，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诸君可见美国两党虽表面争执，然而对台战略如孙子兵法所言，以谦为直。这边民主党与暗处阻挠台湾入国际组织，那边共和党与明处索要天价保护费，实则殊途同归呀，都不愿意跟巨龙正面对决。当台局所谓抗中保台，不过孝陵广济掩耳盗铃之戏，既送台亲赴美为志，又纵绿色恐怖封杀真言，恰应《吕氏春秋》竭泽而渔之祸。周易有言，亢龙有悔。泽连斯基此时张狂，正应了此卦。其将一人转发大陆文宣定为渗透，恰似韩非子正人买履，宁信驰马，不信卒。更有台商哀叹道我等如赌桌棋子，而筹码尽在他人之手。此情此景不正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现代演绎吗？再观其经济政策，强推两岸脱钩，恰似庄子预言断鹤续销。台湾半导体产业60%营收倚仗大陆市场，此等自断经脉之举岂非令盐铁论本伤者之稿之戒再现？更有甚者，国际风向已然生变。近日经济学人统计全球有70国修正立场，明确支持中国采取一切手段实现统一。再看外资逃离台湾，股市震荡，资本市场的投票比任何口号都更具分量。这就是明摆着告诉大家未来没有台独的一席之地。故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试问赖连斯基这等操作，不是自掘坟墓又是什么？这台湾的命运从来不在董王的推特上，而在两岸人民的共同选择中。历史教训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美国果断抛弃台湾。今日董王的弃台论不过是历史重演的前奏而已。现实选择厦门大学教授郑健指出，打台湾牌终将事与愿违，唯有两岸和解才能终结冤冤相报的悲剧循环。当赖清德还在纠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提出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或许这才是台湾避免成为下一个乌克兰的真正答案。这一顿总结下来，人赖连斯基真是当之无愧的统一急先锋经过他那一套层层递进、步步紧逼的连环妙招赖连斯基到底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成果呢？答案毫无悬念，他成功的将本来人人向往、充满理想色彩的和平统一，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不可能的任务。这不仅在外界引发了震撼，更在中共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令大家迅速形成了一致共识，从此不再纠缠于那空洞的一国两制，而是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完全统一的快车道。可以说赖连斯基的操作堪称天衣无缝。他利用政治棋局中的每一步妙招，迅速撕裂了原本温和的统一幻想，将原本温文尔雅的统一进程变成了一场加速冲刺的激进革命。如此出奇制胜的表现怎能不令人拍案叫绝呢？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赖连斯基绝对是那个名副其实的统一级先锋。这可不仅仅是一纸荣誉更是对他推动统一进程中所展现的决断力跟胆识最高的认可。你知道吗？董王跟泽盛在白宫撕逼大战的时候，董王毫不留情地揭露，
泽胜竟然在企图联合登子，制造出第3次世界大战的局面。没错，董王直截了当指出，正是泽胜跟登子这伙人妄图将世界再次拖入万劫不复的战火，而董王则挺身而出，成功的阻止了这群坏蛋发动3战的阴谋。由此可知啊，如果 S3 赛季没有开启，这可绝对是董王的一项闪亮政绩，真是让人不禁拍案叫绝。但是啊，最近的风口你们感觉到了？咱们别光盯着赖连斯基啊，放眼全局来看看。就在董王与泽胜对碰之后啊，泽胜立马转战了欧洲，赢得了欧洲人那边表面上的支持。就在这关键时刻啊，泽胜的口风突然大变，从那个曾被人调侃为吃干抹净、上不了桌的小孩，瞬间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看似成熟稳重、谈吐自如的政客。更令人啧舌的是啊，他竟然提出了30天停火协议。这究竟是泽胜在欧洲遇到了高人指点呢，还是另有隐情？难道我们眼前的这位从喜剧演员瞬间晋升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政客？再看看最近董王在落实选举时候吹下最大的牛逼，就是24小时让俄乌停火。可惜啊，聊了半天还不如不聊，显然被啪啪打脸了。紧接着东大就高调宣布，台湾省是台湾唯一的正式称谓。而此时啊，那位曾经在韩国实施过戒严令的尹锡悦，竟然也毫无征兆地被放了出来。而就在这个微妙的节点上，台湾省的赖连斯基也敢炸毛。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老美早就设计好了这一出，故意放出了尹锡悦给赖连斯基看，看清楚了，迈开步子大胆戒严吧，别怕扯着蛋，人家尹锡悦戒严了，毛事都没有，你他妈怕个鸟啊！结果呀，在这 buff 的助推下，赖连斯基信心爆棚，直接宣布中国为台湾省的敌对国。这等操作既荒诞又刺激，简直让人联想到古时战场上的兵家妙计，既有笑料又透着杀机。同志们，把这一系列的事儿串联起来，再仔细琢磨琢磨，是不是感觉有点细思极恐？回想一下登子在任的时候啊，那场关于 S3 赛季的疯狂炒作，再看看董王上台之后啊，誓要打造太平盛世的豪言壮语，就当大家都以为太平盛世真要来的时候啊，而自从董王与泽胜啊在白宫火并之后啊，种种扑朔迷离的操作不断上演，难道这预示着历史的车轮又一次悄然驶回了登子 S3 赛道的老路子吗？如果真是这样，董王那吹得天花乱坠的牛逼举措，再加上道志部门那惊天动地的操作，看似波澜壮阔，实际上却成了虚张声势。老美依然照旧，又回归到了那个选举归选举、执政归执政的老路子上。百年变局涌惊涛，一统江河势若潮。70邦交归正道，8000智库折秋毫。螳螂历劫车横在，皮肤深枯树欲高。试看蓬台归复日，普天同庆最先曹。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路，下期再见。